2013年11月19号，在韩国釜山所举办的 S13 英雄联盟世界大赛决赛，来自主场的韩国 T1 战队面对到的是来自中国的 WBG。比赛来到第3局的25分30秒 ，T1 大军压境，准备拆掉 WBG 的主堡，即将举起 T1 史上第4座的世界冠军奖杯，也是 T1 打破之一，破除5连亚魔咒的一刻。也是 Faker 时隔7年再度捧杯的历史时刻。在过去这7年当中，作为史上最成功的战队，拥有3座世界冠军奖杯的 T1， 却经历了无数的败北。教练、队友来来去去，团队成绩起起落落，连队名队徽都不复当初。唯一不变的，就只有队服上那象征曾经辉煌的3颗星星，以及当家灵魂人物 Faker。10年前的 Faker 带领新成立的 SKT T1 捧起了第1座冠军奖杯。10年后的今天，还是 Faker 带领 T1 找回当初的光彩。10年光阴，感觉一切都变了，却仿佛一切都没变。这位早在7年前就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电竞选手，在7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放弃对胜利的渴望。到底是什么驱使着 Faker 继续前进？这座众望所归的第4冠背后，又有多少被遗忘的故事？要了解背后所有被时间所掩埋的故事，我们需要回顾历史。Faker 本名李相赫，从小父母离异，并由奶奶一手带大，家里并不富裕。他父亲不知道能跟相赫一起做什么，所以他决定跟儿子一起玩游戏。相赫的成绩不错，比起成绩下滑，他更担心家里交不起电费，也曾因为电费太贵而被家人骂过。不过奶奶跟父亲还是很支持相赫的兴趣。奶奶曾经告诫过相赫，她说：相赫，你不能满足于第2，必须是第1。既然你喜欢打电动，那就做打电动的第1名。李相赫在家人的支持、经验的天分跟不懈的努力之下，打到了韩服非常高的位置，成为了学校的名人。在2013年，韩国电信集团 SKT 打算进军英雄联盟，创立了2支队伍 SKT T1 1队跟2队。Faker 当时就被上中成为2队的中路，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其实当时2队有多达3位新秀，包括 Faker、Bengi 跟 Piglet 都毫无经验，只有 Impact 跟 Pumandu 有打过比赛。这支新成立的队伍在首场比赛就让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Faker 面对当时公认的韩国第1中路 Ambition， 抓到 Ambition 的卡莉丝在塔下进化的失误，一举单杀了对手，一鸣惊人。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将，靠着刺客中路，以奈德利、勒布朗、雷文打出一场又一场的好局，碾压了对手。SKT 靠着3路惊人的对线实力，在 A 组挤下了 Ambition 所在的 CJ， 拿下了小组第1。虽然他们在4强赛输给了 MVP Ozone， 也是小组赛唯一击败过他们的对手，但是 SKT 2队在季军赛成功回稳，拿下季军，比1队的8强0-3淘汰好了不少。在春季赛打出4星的 Faker， 更是在夏季赛成神，不只在新秀赛季就拿下了 MVP， 还带领队伍在季后赛复仇了 MVP Ozone， 杀进了决赛，并且在决赛生死的第5局中选出他的招牌角色杰。而对手 KT 的中路也宿命般的拿出同一个角色，上演传奇的人界大战。随着 Faker 的极限反杀 ，SKT 2队拿下队史首座的冠军，而这一幕也永远的成为 Faker 崛起的背景板。2013年世界赛 SKT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以惊人的9胜1败一路闯进了4强，才遭遇到了同为韩国队的拿进黑剑的强力的阻碍。双方鏖战到生死的第5局，上路 Impact 被对方打野助爆死了2次，下路的 Pumandu 也被勾到现杀，唯有 Faker 在中路一夫当关，光靠对线就压了对手50支兵，一个人 carry 了整场比赛。Save, no kill secured yet. Kane looking for the hook, not going to connect. Faker still alive. Now Nug's into trouble. He's got the shockwave still alive, and there is the shockwave coming down, but Faker so very low. Expansion throws across. Now Stand United has been used. Nagne re-engages. A massive shockwave throws 3 of them together. The first big gentleman, SKT have done it. This is the victory here. This is the final.
最后在决赛也是一面倒的以3-0碾压了皇族。Off of it already. They've entered into the fight. Royals Hellfires are just getting demolished. Uzi on the outside trying to do what he can. Penta. Royal. This doesn't. SK Telecom are just rolling through. The world champions here at the Staples Center. 夺冠的瞬间 ，Faker 转头跟队友讲：“结束了吗？怎么那么简单啊？”对，就是这么狂妄。Faker 在后来的采访说，在小组赛阶段打训练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应该能进决赛。而一旦我们进到决赛，从之前的训练赛我们就知道，我们很有可能3-0夺冠。在夺冠的当下，我还没意识到，感觉只是赢了一场比赛而已，并没有感觉到我真的成为世界冠军了。因为皇族那场比赛并不艰难，所以我感觉不是很深。没有天哪，太棒了，而是好吧，我们完成了。意气风发、狂妄，甚至有点自大，就是2013年刚出道就夺冠的 Faker。当年的他只有17岁。拿到世界冠军的 Faker 并没有停止对胜利的追求。回到韩国之后，他带领他的队伍达成了一项前无古人的成就。在当年的冬季赛上 ，SKT 达成了一个小局都没输的全胜夺冠伟业。但是在2014年就迎来了全新的挑战。三星集团全面入主英雄联盟，把本来就很强，仅次于 SKT 的强队 MVP Ozone 跟另一支姐妹队 MVP Blue 给买了下来，组成了三星白跟三星蓝两支队伍。在把蓝白两队的中路 Pawn 跟 Dade 互换了之后，两队都迎来了爆发。Pawn 所在的三星白在春夏2个赛季的8强赛都淘汰掉了 SKT， 导致两队的世界赛的积分相同，要加赛。最后，三星白以3-0横扫了 SKT， 把他们送下去了冒泡赛。在这3局比赛里面 ，Pawn 每一局都单杀了 Faker， 总共单杀了4次，彻底虐穿了 Faker。也可以看到 Faker 多么照进，想要在中路证明自己，急于操作又败在操作。Golden. I think he missed one of his bombs too. He put a bomb on one of his own minions. There's a knockup, and Pawn make it the 1v1. Will he do it? Ignite not up. Faker flashes back in, and Pawn gets the kill. 被三星白3-0横扫的 SKT 掉到了冒泡赛，却又被拿进百盾压着打。SKT 也因此无缘世界赛，延续了当届世界冠军进不了下一届世界赛的魔咒。那为什么 Faker 与他的 SKT 会在2014年发挥不佳呢？这主要是因为下路的 Piglet 跟 Pumandu 的状态急速下滑。在之前的 S3 与 S4 的冬季赛中 ，SKT 最常见的获胜方式就是3路线游，以对线的方式打爆对手，再靠着经济上的优势去轮转拿地图资源或是打团战。如果他们前期没有打出优势，被拖到中后期的话，强如 S3 的 SKT 也会偶尔输个小局。例如 S3 世界赛小组赛唯一一场败仗输给 OMG 那场，就是前期被逆 EU， 上野在上塔被3人塔杀，前期输2000经济后败北。但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SKT 的3路对线都能保持优势。但是在 S4 的中后段 ，Piglet 的状态急速下滑，Pumandu 更是因为健康的因素一度暂离赛场。即使后面 Pumandu 的回归，也明显不在状态内。面对 Imp 跟 Deft 可以说是把把劣势。Pumandu 在 S4 赛季之后也退役转任教练，也侧面说明了他的身体没有办法长期承受赛场上的高度竞争。而上路 Impact 也失去了统治力，在逆 EU 的战术生态之下 ，Impact 面对1打2也难以有发挥空间。就算是正常对线 ，S4 赛季上充斥了许多蒙多的大坦跟露露这种保牌混线的上路，根本没有办法发挥 Impact 的对线压制力。整个 SKT 只剩下中野能够作为节奏的发动机，也才因此看到 Faker 面对 Pawn 甚至选出了点燃塔隆来打开优势，却被 Pawn 把把现杀的惨况。更雪上加霜的是，在2015赛季发生一件大改革 ，OGN 官方宣布一个俱乐部只能有1个战队，像是 SKT、三星这种有2支队伍的俱乐部必须整合为1支队伍，导致大量的韩国选手外流到中国。当年夺冠的三星白跟他们的姐妹队三星蓝更是全员出走中国。SKT 也将 Marine、Wolf、
Bang 跟 Easy Hun 给整合进来，其中 Easy Hun 代替了 Faker 成为了队伍的先发，引起了大量 Faker 粉丝的不满。但是 Easy Hun 很快就用实力证明了自己能取代 Faker。整个春季赛 ，Easy Hun 先发了12场，砍下了9胜3败，75%的胜率 ，KDA 9.23，全联盟第一。至于 Faker 拿下了14胜6败，70%也不差，但是 KDA 却只有4.37，明显不如 Easy Hun。与擅长刺客的 Faker 不同 ，Easy Hun 更擅长的是站桩法师后期大和，招牌角色像是奇勒斯、蛇女跟阿奇尔。Easy Hun 在2015年在这3支角色总计15胜2败，几乎没有输过。其中 Easy Hun 的阿奇尔更是7战全胜，让 Easy Hun 在决赛上彻底取代了 Faker， 成为了 SKT 的先发中路，击败了常规赛第一的 G Tigers 夺冠。而 Faker 整个系列赛一场没上，在夺冠后的赛后采访，他说：“这次没能上场，我有些遗憾。但我希望在 MSI 上，我能成为队伍的秘密武器，帮助队伍夺冠。”在第一届的 MSI 季中邀请赛上 ，SKT 闯进了决赛，面对中国的 EDG， 对面的中路就是去年出走中国的 Pawn。Faker 在场下看着 SKT 被逼到了赛末点，在第4局临危受命上场拯救队伍，再用卡萨丁帮助队伍拖入到决胜局，并在第5局拿出自己的招牌勒布朗。在此之前 ，Faker 职业生涯使用勒布朗的战绩为12胜0败，没有输过。然而 ，EDG 早有准备，一手茂凯加摩甘娜封锁了勒布朗所有的发挥空间。摩甘娜可以安全推线，有盾可以挡住勒布朗的爆发，而茂凯的锁头绑也可以限制勒布朗在团战的进场空间。这个就是 EDG 覆盖的陷阱卡。Faker 再次辜负了全世界对他的期待，吞下了败仗。也是 SKT 史上首次在 BO5 输给韩国以外的队伍。从2014年春季赛开始到2015年 MSI 结束，这长达1年3个月的时间被视为 Faker 第一个低潮期。Faker 曾经接受采访说过这样的一句话：“저는 일단 제가 좀 지금보다 더 못해져서 다른 선수들한테 지게 되는 것이 가장 무서운데 웬만하면 그냥 연습 많이 하면 그렇게 되지 않을 것 같아요. Faker 用刺客角色一战成名，并靠着他毫秒之间的精湛操作打遍天下无敌手。然而，当大家开始逐渐追上他的操作水准，当整个中路版本越来越偏向卡莎比亚、阿奇尔、奇勒斯这样的站桩法师的时候 ，Faker 的优势荡然无存，反而被更擅长法师的 Easy Hun 所取代。再加上 Impact、Piglet、扑满度的状态下滑，造就了初代 SKT 的陨落。到底 Faker 是怎么走出 MSI 的实力，带领 SKT 重返巅峰的呢？ Faker 又是怎么从 Easy Hun 手中夺回先发位置，创造新的 SKT 王朝？敬请期待下一集大魔王的回归。